路飞的武当终于来了，被凯多一棍子锤到不省人事后，路飞暂时下线买挂去了。凯多则到处跟人吹牛逼，声称路飞已死，极俊该GG了。凯老师刚开心没有2分钟，轨道上响起了震人心魄的咚咚声，解放的鼓点传遍了轨道各个角落。路飞身上散发出奇妙的白色烟雾，身体进行自我电击复苏，一下接着一下剧烈的颤抖，霸王色霸气从体内迸发出来，心电图一样的波纹越来越急促，走进和之国的相主，空洞的眼中燃起光芒。我听到了解放的鼓声，时隔800年。相主的声音传到陶之助的耳朵中，他惊呼：“乔伊波伊！”大和十分震惊。此时凯多正在轨道的宅邸中大闹特闹，却不知整个轨道的穹顶像弹跳床一样波动起来。白发的路飞顺势跟着弹起来，他坐在地面上，陷入了几秒钟的懵逼状态中。天空月色朦胧，路飞摇摇晃晃站起身，像喝醉酒了一样夸张地摆动身体。为什么还能站起来？明明输了，变得愉快起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愉悦的感觉从心底里止不住涌出来。路飞栽倒在地，抑制不住内心的躁动，大笑不止。霸王色霸气随着他的笑声向四周扩散，像低空的闪电一样环绕在轨道的上空。路飞哈哈大笑，像是癫狂了。他跳起来，身体像超级赛亚人一样爆气，气息与霸王色霸气包围在四周。这种感觉太愉快了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好事都降临在身上一样，从未有过如此身心愉悦的感觉。路飞的霸气迅速扩散到轨道，正在养伤的深志惊从踏上起。基德与罗仰望在穹顶，那里的霸王色像打雷一样轰隆隆低吼。小马哥呆住了几秒钟，对着抱头痛哭的娜美和小玉大喊：“喂，哭作坟了，那家伙还活着呢！”娜美和小玉同时发出尖叫，接着姐妹俩喜极而泣，哭得更大声了。路飞的笑声愈加放肆，他身上的霸王色霸气如同一根擎天柱冲向空中，将夜空的乌云吹散。皎洁的月光倾泻下来，整个世界都明亮了。路飞身上白色的烟雾像火焰般跳动着，就像在做游戏一样，活泼且调皮。他的影子被月光拉长，手臂和肩上飘动着修行成仙之人那飘带一样的烟雾。路飞跳起来，整个大地都跟着蹦迪，衣服和裤子也变成了白色。要是路飞看过修仙小说，大概现在和成仙也差不多了。路飞的笑声邪恶中带着颤音，他张开双臂，好像环抱整个月亮。路飞助跑加速跳上空中，在月亮上印出了身影，那就是解放的战士。有奴隶的地方就有他的出现。圣地玛丽乔亚盘古城权力大厅，吴老星得到和之国战报，一名 CP0 的特级特工阵亡，同时还惹恼了凯多，这让吴老星十分头痛。不过眼下他们更担心一件事，已经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——橡胶果实的觉醒。橡胶果实每个时代的世界政府都在试图回收，但从来没能将它收入囊中。800年来从来没有，像是恶魔果实在故意逃离世界政府一样。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。动物系果实里寄宿着意志，况且这颗橡胶果实还拥有神之名。哦，对了，它的真实名字并不是橡胶果实，也不是超人系。这颗调皮的果实真正的名字是动物系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，其身体具有橡胶的特性，能够随心所欲的战斗，是给人们带去笑容的解放战士，又名太阳神尼卡。据说觉醒后会升华橡胶肉体的武力和自由，是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能力。路飞在穹顶反复横跳，他心里有一个想法，现在他想做的事全部都能做到，比如打败凯多，身体里好像充满了能量，再战斗个800回合不是问题。心跳的声音仿佛鼓点，这一切都太有趣了，这就是我的最高点。路飞在穹顶疯狂蹦迪，一个人的狂欢玩得最嗨。接着路飞双拳紧握，霸王色霸气噼里啪啦在轨道上弹射，由穹顶的缺口涌入，给了凯多一个晴天大霹雳。小喽啰们一个接着一个晕倒，凯多懵逼了，顺着房顶的缺口向外面看去，屋顶上有什么东西。路飞跳上空中，身体像是没有骨头一样随意摆动，他把拳头吹得比月亮还大。凯多刚凑近缺口窥探，一个巨大的拳头就砸了下来，在天花板上锤出了一个更炸裂的大洞。凯多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路飞一把抓住凯多的身体，把凯多扯上穹顶，速度之快，差点把凯多的眼珠子甩出去。乔巴高兴的鼻涕眼泪狂飙，路飞将凯多扯到穹顶，身体充气变成健身壮汉，小小草帽像个玩具一样背在后面。路飞对着凯多的龙头就是一道王八拳，把凯多打得眼冒金星。路飞一个勾拳把凯多击飞，眼珠子都给打出来了，整个画风突变，变成了夸张的喜剧漫画风。
路飞在空中弹向凯多，将凯多紧紧抱住，扯着凯多在空中玩起了大风车，吱呀吱悠悠地转，送凯多飞向天空，玩一把跳楼机，扔到最高处时直接砸下来，接着又变成海盗船模式，抡着凯多的龙头左右摇摆，打得凯多嗷嗷大叫。我操，这小子有挂！凯多被路飞砸得头上鼓起大包，整条龙头晕目眩。路飞在地上一边弹跳一边打着滚的哈哈大笑。凯多摇了摇头，重拾霸气，他用杀人的目光看向路飞。草帽小子，你还活着呀？多谢了！凯老师小课堂第2堂课教学开始。凯多张开血盆大口，火光在口中闪烁。路飞笑累了，起身一见杀气腾腾的凯多，吓得战术性弹跳后撤，眼珠子都飞出去了。凯多喷出巨大的火柱，路飞弹射到空中，两只手伸向身后抓向地面，双腿在空中不住翻腾，地面受路飞的影响也变成了橡胶状。路飞扯着嗓子将橡胶状的大地给掀了起来，变成了一道墙壁。等一下，说是墙壁并不准确，应该说是一面反射墙壁。弹性十足的地面吸收了热气的冲击波，然后将吸收的能力直接弹了回去，就像是路飞用身体反弹子弹一样，纵向丝滑。凯多瞪圆了眼睛，眼看着自己的攻击被发射回来，被结结实实的糊了个满脸。一声巨响，骷髅的脑袋顶上冒烟了，凯多被热气打成了碳烤蚯蚓，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口黑烟从嘴巴里喷了出来。路飞捂着脸仰头大笑，一连串的画面跑马灯一样播放着路飞的成长史，一路披荆斩棘，终于站在了巅峰。路飞笑得直拍肚皮，凯多打过那么多场硬仗，从未见过如此夸张搞怪的战斗方式，奇猛了！热血漫画变成搞笑动画了，太操了！凯多表示很难想象作者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设计出了眼前这个 Q 弹的小玩意儿，刚才的蠢货真是对不住了。凯多说的是那个 CP0 不怕死的铁头娃，胆敢扰乱凯老师的课堂秩序，必须撕了！就因为那小子的阻拦，凯多一棍子给路飞干觉醒了。不过凯老师也是个爷们儿，他也不想胜之不武，以那样的方式获胜。既然路飞复活了，那就真刀真枪干一仗好了。路飞从弹力床般的石头上蹦起来，嘻嘻哈哈的笑道：“不用介意，来一决胜负吧。”凯多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热气，路飞跳下巨石，大地跟着跳动。路飞拍了拍手，以汤姆猫一样的小碎步向凯多奔去。凯多居高临下看着路飞，无挡路飞自信回望。鬼岛宝物间2层，大蛇被压在碎石下面，小紫淡定的在他面前弹奏着玉田最喜欢的曲子。大河盯着小紫看了半晌，突然面露恐惧，用夹子音尖叫道：“日和！”意识到对方的来头，大蛇立刻堆上一副笑脸，声称自己也喜欢光月玉田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被凯多利用的。大蛇试图蛊惑小紫把身上的海楼石钉子拔掉，放自己出去。小紫对他十分冷淡：“你背叛了与你有恩的武士们，忘恩负义，那20年前的惨状还历历在目。大河是何等的嚣张，何等的残暴，痛下杀手屠戮光月一家。如今他说的话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带着虚假，就算是世界上最傻的人也不会再相信了。”玉田遵守了约定，他相信大蛇和凯多定下的约定，相信他们会解放和之国。在漫长的5年里，玉田一直在装疯卖傻跳舞，对身边所有误会他的人没有一句借口，甚至长达1个小时的烹煮之行，玉田都咬牙挺过去了。即使被滚烫的油灼烧着身体，还一直挂着笑容。整个国家的百姓都被当成了人质，玉田一个人默默承受着，这是何等的痛苦！愤怒的小紫扯下面具，露出了充满仇恨、愤怒、悲痛的脸。小紫怒斥大蛇，大蛇吓坏了，连连恳求小紫要冷静，以和为贵。现在可不流行复仇啊！这时，看侍郎的怨念已经奄奄一息的火箭坊突然出现，像条蛇一样飘向大蛇。大蛇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立刻命令看侍郎杀死小紫。女人忍辱负重20年，却复仇失败，多么精彩的悲剧啊！大蛇笑得非常放肆，仿佛整个战争只有他是胜利者。但看侍郎的怨念已经没有力气执行命令，他摇摇晃晃地飘向大蛇，仿佛在祈求大蛇的拯救。火箭坊触碰到大蛇，立刻燃起大火，大蛇惨叫着在火焰中挣扎，尖叫着向小紫求助。小紫一动不动，她眼中的悲伤正逐渐褪去。黎明终于来了，这个害得光月家家破人亡的恶棍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下期预告：5档的尼卡形态超脱常理的新体验，从未有过的战斗方式，整个就是一个大写的不可思议。所有人注意，这就是最高点，跃动的5档，匪夷所思的力量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